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游戏原创的后继机，但原厂有没有想过把玩具组好8成再贩售嘞？本集来看看由 CC Toys 出品的《铁破救急断空我》，没有登场在超兽机神断空我，而是在游戏超级机器人大战30的 DLC 登场，是作为游戏30周年纪念的追加设计，但是因为是 DLC， 所以要额外付钱。外盒一样是限高风格，这个风格确实相当有特色，希望它持续。大彩图这次也是有点无聊啦，反正背面的黑白图有维持到就好了。救急断空我是超兽机神断空我与第5台兽战机大龙牙合体的救急姿态，大量增加合体后的外装甲，遮盖原本兽战机的驾驶舱部位，来提升整体的防御力。不过虽然同时有加大背部的飞翼，还有强化推进器，可是整体的机动性还是劣于原本的断空我啦。另外，与黑翼合体的最终断空我，并没有官方设定哪一个形态比较强大，毕竟依照原作故事里，黑鹰的驾驶已经死透透啦，所以2个强化形态的断空我应该会是彼此平行的存在。意外的，本款并没有让头顶高来到30公分内，而是稍微小一点的26公分，粉丝重量依然会让把玩比较辛苦哦，来到了这么重。对照原设定，本款因为直接拔掉变形合体功能啦，因此身形比例修整的会比原设定来得更加壮硕威武。原本过度巨大的2只小腿尺寸也明显缩小啦，当然更不用说 CC Toys 对外形也会增加相当多的细节。整为外装甲的大龙牙，虽然在游戏里也没有分离过啦，可是原始设计就是可以单体分离变形的支援机哦。目前只有好微教的惹合体系列有重现大龙牙的其他形态。本款的外形细节持续此系列的满出来状态，暴力的比例设计也给这台机体更增添气势啊！也因为不用分离变形合体，头部可以缩得比较小，并且加宽了肩膀的距离，整体身形修改的相当饱满，搭配本款很沉的合金含量，因此理论上还是保持了本产线系列的充实感哦。另外，胸前的4兽图可能是金属材质，有点重，而且开模很精细。头颈部可动幅度优异，头部虽然缩在里面，但是整体的活动空间相当足够，所以不太有零件的干涉。不过头部与颈部的连接点会比较紧哦。颈部底层有多一个单方向的可动，主要是提升抬头的范围。身体有3节，水平转动会稍微被裙甲给干涉。左右倾倒依靠上胸，前后弯曲幅度没有算特别大，但够用。背部有造型，避免弯腰外形太单调，但有背包你根本看不到，不过有顾到细节还是加分啊。外面的大胸甲与底层原本的胸甲都具备前后的可动范围，可是范围都不大，而且胸甲很大却缺乏上下可动，因此对手臂的干涉不小哦。象牙连接点是球形关节，但这个地方是本款易损毁的部位，反正平常用不太到，没事不要去转它。巨大的背包与飞翼，后面展示武装再说。手臂转动没有问题，肩膀装甲独立可动，可是范围不大。手臂根部有外拉关节，但不好拉，也有前后的调整范围，并且也有提供上下的抬举关节。但即使配合手臂本身的抬举关节，水平抬举也只有到90度哦。上臂可以转动，下臂也能独立转动。手臂弯曲有双关节，范围算是优秀，而且后侧的上臂有联动机关哦，只是依然会有造型的断层。手腕可以多方向的可动，有附属3对的替换手手，一对改模具的超可动手手，一对爪子尖尖的开掌手手，一个爪子尖尖指出食指的右手，还有双手握剑柄的造型替换手手。裆部的龙头底部是滑轨，为了不与裙甲妨碍，所以可以龙抬头哦，而且龙能开嘴，还能与额头有联动。这边真的只是为了前裙甲抬举而做的设计吗？6片裙甲根部都是金属球形关节，但可以掀开的幅度不一。大腿根部的位置比较趋前，前抬举可以到90度。水平抬举跟侧裙甲有妨碍，但范围够用。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弯曲时，小腿后侧的履带与前面的膝盖装甲都有联动机关，幅度相当优秀。脚掌后侧的炮管可以上下可动，脚掌可以转动，往后调整的范围比往前大。小腿胫骨底下有多做零件翻动，降低脚掌往前的妨碍，但效果有限。接地性幅度也有限哦，前脚掌有多一段关节，可是幅度也很小。
有附属3张替换脸，一般的表情、大吼的表情，以及出大招时的面罩脸。替换机构是滑轨磁吸式，但要把头拆掉会比较好操作。本款是以游戏登场的设定为基础，所以武装并没有很多哦。臂甲的臂刃可以展开，前端的2根金色爪子也可以拉开。小腿外侧的护甲3根尖角都可以展开，底部的2个推进口也有可动范围。巨大的背包，主翼可以上下还有转动。中段的小襟翼也有一点点的可动，下方的副翼可以上下调整，根部黑色的部位可以转动。后面大龙牙的爪子构成推进器可以展开，而且里面有联动机关。背部的断空炮可以整组拉开，大龙牙附加的部分可以转动，转开的时候要注意根部还有4门断空炮要转开哦。另外，在此形态之下，主翼与副翼的根部就可以有单方向的些微调整范围。本款有发光机构，几乎都在身上的尖角上，总共需要3种型号，共19颗电池哦。开关除了头部之外都是磁吸式，触发器是收纳在左右侧裙甲底的断空键键柄，而且有做弹射机关。会发光的部分有双眼、臂甲的臂刃、小腿外侧的3根尖角。脚掌前端的角刀，主翼上缘的刀刃，还有2个大龙牙断空炮的炮口。在全开灯的状态下，因为灯都是红色的，加上巨大黑色的身躯，凶狠度直线上升。大绝招断空真剑，断空剑的剑柄展开设计是超现实的，所以不能直接拿收纳在侧裙甲的零件来用，直接是附属了一整把已经展开的断空剑，尺寸没有话说啊，比本体还要高。后方的2个副翼要先拆下来，将刀刃展开之后，内侧的零件拆下来装在外面，然后将断空剑的前端拉开，将2个副翼装上去就完成了。断空真剑的造型对照游戏里的变形模式有所不同哦，本款的变形机构与外形相对比较复杂。另外，因为这把剑真的很大很重啊，可动手收基本握不住，所以请用替换手收。还有附属一个辅助支架可以使用哦。最后是造型地台，铁破祖传风格，半透明黑底烫金字样。这是可动支架的基座换了个样式哦，金属支架同样是一长一短。这款究极断空我蛮早就发表了哦，约莫是在游戏 DLC 发售后没多久吧。也或许是这样啦，因此本款是采用游戏里没有分离变形的样式，而不是原始设定可以分离的状态。但因为到现在才发售，同时期另一家厂牌竟然发表可以完全变形分离合体的样式啊！虽然两者的商品方针不太一样啦，不过总是好像有一种吃亏感。但对末端消费者来说，多个选择比较利多啦。铁布系列一直以来我给的评价都不会太低哦，要造型有造型，要重量有重量。把玩的满足感确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表现，因此在玩具本身的表现部分，我认为这系列一直都很有水准。而开盒像半成品要自己组装这一点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。不过至少厂商需要自己先测试量产之后的安装手感吧。为了装上难安装的零件，原本漂亮的外形变成了凶器，这种情况绝对会让玩家不满的呀。而且这个情况也不是初次发生了，你确定不改？总之没有合体武器，但游戏里也就没登场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毕竟整体的充实感还是有维持住，但品管问题仍是最大的罩门，而且一而再再而三。会在意的玩家，你购入前就再想想吧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